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们的脸上也出现了各种错综复杂的纹路。从面相角度来分析呢，脸上的纹路也有一定的吉凶含义。俗话说面无善纹，意思是说呀，脸上的纹路都是凶纹。根据小酱汁多年来的看相经验，这个说法是片面的，脸上的纹路吉凶也需要结合纹路的位置、形状来看。今天啊，小酱汁就来给大家讲一下面相中常见的凶纹和富贵纹，大家可以结合自身情况了解一下，看看你脸上的纹路是吉还是凶。一、脸上的凶纹。一、额上华盖纹。华盖为孤独之心，仅有一条，纹尾上翘且不能中断。长有此纹者，一般性格比较极端，刑克配偶，晚年缺少照顾，子女多不孝，生活比较凄凉，晚年生活非常的无望。虽然个人能力非常强，但是一生辛劳，纹越重越容易陷入孤独。二、印堂悬针纹。印堂悬针纹呢，是指两眉之间的印堂部位长有一条深深的竖纹，也称斩子纹。长有此纹的人性格非常的刚直，做事不达目的善不罢休，争强好胜非常重，而且脾气非常不好，掌控欲非常强，独断专行，最克配偶和子女，同时也比较的破主业。三、山根与年上兽纹有横纹。山根位于两眼之间，位于鼻梁的根部，在相学中呢也称作夫妻座，主健康和一个人的婚姻感情运势。如果山根部位长有横纹的话，会影响到人的健康和寿元，而且祖业破败，容易背井离乡，一生劳碌而辛苦。山根横纹主刑克，男易离娶，女易再嫁，子嗣运较差，家庭穷迫。四、肩门有纵纹。肩门是指眉毛尾部带发际线之间的区域，在相学中呢也称为夫妻宫。如果肩门处长有纵纹的话，也称为肩门举枪，主刑克配偶。尤其是出现十字纹的话，对婚姻感情影响更甚，代表着婚姻容易出现变故，容易出现离婚、多婚的现象。五、法令纹有截断纹。法令纹代表着一个人的威严、能力、权力和统帅力。如果法令纹中间被斜纹或者纵纹截断的话，主破财和官司，事业方面发展不顺利，容易遭遇重大的挫折和变故，导致降职或者钱财受损。男人长此纹事业不稳，女人长此纹行夫败家。六、泪堂有井字纹或者灯花纹者。泪堂位于眼睛的下方，在相学中呢也称为子女宫或者卧蚕，也称为三阴三阳，代表一个人的感情运势和孕育子女的能力。如果此处长有颈纹的话，生育能力较低。相书中有言，眼下网罗纹，三代少子孙，子孙运较差，一生为子女操心操劳，早年感情不顺，容易晚婚。七、颧骨有破颧纹。颧骨被称为权力之骨，代表一个人的欲望、野心、性格和成就。如果眼睛下方有斜纹横穿到颧骨之上的话，在相学中称为破颧纹。颧骨代表一个人的主见和魄力，这种人一般很有想法，但是意志不坚，导致事业不稳，容易导致权力和钱财方面的丧失。女人破颧纹主克夫，男人破颧纹主官司。八、鱼尾纹者多者。眼睛尾部在相学中称为鱼尾，所以眼睛尾部的纹路也称为鱼尾纹。鱼尾代表着夫妻感情，如果一个人的鱼尾纹路非常杂乱的话，则男克妻，女克夫，对待感情非常的不专心，也比较的花心，为人好色多情，尤其是中年时期会有出轨的可能。中年时期婚姻容易出变故。九、嘴边多纹如作囊。嘴巴代表着一个人的享受欲和对待感情的态度。如果一个人嘴角附近纹路较多的话，这种人一般心高气傲，不会轻易的服人，为人骄傲自大，缺乏学习精神，心态放松，喜欢在背后说人是非，一生比较贫穷，晚年也非常的悲苦凄凉。十、眉毛中有纹者。眉毛在相学中呢，被称为财帛宫、兄弟宫、情缘宫和保寿宫，代表一个人的脾气、感情和人际关系。如果一个人眉毛中间有纹的话，代表着财运不畅，容易造成投资失败，钱财损失较多，也容易交友不慎，容易被这些朋友坑骗或者陷害，比较倒霉。命中刑克兄弟，与兄弟姐妹的关系也比较紧张。二、脸上富贵纹。
一、额头伏羲纹。伏羲纹指的是额头有3道纹线，而且纹尾全部向上翘起，也称为偃月纹。此纹主贵，长有此纹的人性情温顺，待人比较随和，而且为人正直，心地也非常的善良，做事稳重踏实，认真仔细，考虑问题也非常的严谨，人缘非常的好，很受周围人的爱戴和欢迎，一生长寿富贵，厄运和灾难较少，非常的有凝聚力，能得到周围人的钦佩和幸福，是非常适合从政的。不过操心的事情太多，一辈子也是劳心劳力。二、额头山字纹。山字纹非常的罕见，但是特征呢也比较明显，整个纹路就像汉字山一样。拥有此纹的话，一般家境出身不太好，可能很早就需要步入社会打拼，家中能给予的帮助较少，凡事都得靠自己。不过见多识广，经历也比较丰富，从小便能积攒下非常丰富的经验和人脉，往往能够在年轻时便打拼出一番事业，发达较早，一生富贵长寿，也是非常适合入仕的。不过晚年运不太好，容易陷入孤独。三、额头十字纹。十字纹指的是横竖两纹较差，形成如十字一般的纹路。额头长有此纹的人，一般性格方面比较的孤僻内敛，但是意志力非常坚定，为人非常的能吃苦耐劳，做事很有实干精神，个人有着很高的精神追求，是个非常有理想和信念的人。事业方面发展较好，大多能够富贵发达，但是为人有些清高，沟通交流能力稍差，与子女的关系往往不是太好。到晚年时期呢，命运较为的坎坷和孤独。四、额头田字纹。田字纹呢也很好的识别，额头纹路内焦外框，看上去就像一个田字。这种人祖业不佳，从小容易吃很多的苦，从而能够培养出自身坚毅的性格，做事也是一步一个脚印，能够从基层做起，做事认真而踏实，并且这种人呢有着很强的学习力，很有艺术天分，往往能够习得一技之长，能够白手起家，闯下很大的家业和事业。五、额头川字纹。川字纹指的是额头的纹路长得像一个川字一般，额头长有川字纹的话，这种人大多喜欢皱眉，心事较多，常常愁眉不展。虽然头脑非常聪明，但是个性也非常的独立和好强，不喜欢服输，主观意识非常重，容易听不进去别人意见。不过脑筋转得很快，对于很多事情呢都有很好的预见性，善于发挥自己的特长，事业有成，能够长寿。六、长法令纹。法令纹是鼻子鼻翼两旁向下延伸出的皱纹。一个人的法令纹出现的过早，并非都是坏事。如果是在30岁之前便长出来，象征着此人事业有早发之征兆，能够做出不少的成绩。如果法令纹是宽广成大中型，长达地格，这样的人不仅富贵无忧，并且位列长寿之人的队伍中。不过呢，如果是女性在30岁前出现法令纹，这样的人性格较强悍，事业发展的不错，但是在感情姻缘上容易遇见波折。这样的人平时不妨使用像成员灵狐吊坠这样的吉祥物，给自己增添魅力，吸引异性，增强爱情婚姻运。七、眼角长鱼尾纹。鱼尾纹是出现在人的眼角和鬓角之间的皱纹，纹路与鱼尾巴相似。一个人在年纪轻轻的时候长了鱼尾纹，但鱼尾纹路向上，指向天仓的位置。天仓可反映出一个人青年时期的财富运势。这条鱼尾纹说明了此人勤劳诚恳，有恒心，有耐力。但是在这个阶段能够白手起家，不仅是富贵，并且日后能够长寿，安享清福。这样的人有上进心，工作积极，善于经营家庭，能够为家庭带来财富，增旺了家宅运，日子过得有声有色，快乐相伴。八、眼下阴德纹。眼睛下方的位置号称子女宫，一些以利他而非利己心态行善的朋友，这部位就会隐隐出现横的细纹，细细如丝，有着或黄或红润的明亮气色，一条、2条或者3条，平时不明显，阴天或在休息时、皮肤松弛时较能看得出来。眼下有这种阴德纹的朋友，不但自己遇难可以逢凶化吉，还可能得到突然的富贵，譬如独得大乐透15亿。这种天上掉下来的礼物是会被你捡到，除了自己积福之外，尚可庇荫子孙，是很有福气的纹。上面这些纹路中，你有哪一种呢？
一个人的命运是由多方面因素决定的，脸部的纹路只是影响其命运发展的一小部分，希望大家正确看待。人的流年走的不同，运势高低起伏也不同，有些人早年富贵，晚年破败，有些人呢却正好相反，早年贫困，晚年发达。而这些信息我们都可以通过观察一个人的面相而得知。哪些面相特征的人中年能够发达呢？小酱汁老师今天就来给大家介绍一下。但由于男女看相标准的不同，小酱汁在这里为大家分开讲解。一、中年发达的男人面相。一、方下巴。这种下巴的运势到晚年气势长红，小编将这种下巴定为领导下巴。正如我们知道，领导皆是在中年之后，运势能力才会凸显出来的，所以这种下巴的男人，中年才是人生的高峰年龄。二、印堂广阔，鼻子形状好。一般来说，我们从印堂要看人的胸襟气概，也能看人做事顺利与否。印堂宽阔平满，色润有光，必然有过人的胸襟，世事洞明，学识渊博，因此做事容易成功。加上鼻子生得好，高挺有肉的话，28岁开始金钱随之而来，财运一直到中年都十分的顺利。三、眉清目秀，耳后珠垂。一般来说呢，鼻子代表财富外，面上还有其他部位也都是看财运的，但这些部位必须要结合起来，比如说眉毛、眼睛、耳朵这3个部位都生得好，便会很有聚财的作用。耳朵乃是财之源头，是一个人的根基所在，自幼教养良好，就可以从耳朵反映出来。其人会耳大而厚，色润白，轮廓分明，且有厚厚的垂珠，眉清目秀，再加上耳朵生得好，必然能在30到40岁之间创造出骄人的成绩来。四、丰满下巴。这种下巴的运势特点也是很明显的，下巴饱满微兜是极佳的下巴，中年财运呢也一定不差。另外呢，就是这种下巴的人一般性格都不差，朋友遍地都是，贵人自然也就多了，事业自然有贵人助，成就呢就在于时间问题，事业方面也会顺利无阻，多半能够发展起来。五、地阔与地格丰满，鼻子形状好，有财且聚财，大富大贵。一般来说呢，鼻子代表中年财运，40到50岁，一般鼻子高挺有肉的中年财运必然良好，但其财富能否集聚，就具体需要结合他的地库和地格来看了。这两处均属于面相下庭位置，主管着晚年运势，只要鼻子不太差，地库与地格丰满有肉，色泽润泽的话，晚年财运就会很好。如果鼻子也生得好，财运从40岁开始便可以集聚，直至晚年乃大富大贵之象。六、嘴厚唇红，人中深阔，财运会一直保持到老年。一般来说，口型微带方形，唇厚且色泽红润，再加上人中深阔，形如水滴的，财运就相当的十分不错。尤其是在40岁到60岁之间，还能依然保持老年财运畅通。七、额头高饱满，鼻子形状好。一般来说呢，鼻子主管财富，额头看才智。额头高大饱满的人，聪明机智，或者学业出众，或者少年有成，少年时期就有好财运。如果再加上鼻子生得好，高挺而丰厚，气势贯通额头和鼻子，少年期就将鼻子运势的优势引入，运气呢便能够加倍的发挥出来。10几岁至28岁之间就可以得财运亨通，乃是少年得志之象。八、双下巴。这种下巴较为多的是出现在胖胖脸上。作为一名肉肉，其实小编并不是很讨厌自己的双下巴，相反是近年来双下巴变得不明显，反倒使得小编有些不自在。当然，这里的双下巴是指身体健康的情况下有双下巴。双下巴的人大多是性格和善，容易与人相处的人，其中相互关系应该很明显。双下巴多半是胖胖的，就是心宽才会体胖，所以双下巴并不单是体重问题，还说明了财运以及心态的问题。二、中年发达的女人面相。
一、两耳贴头，耳朵大而厚是女人发财的前提。如果耳朵薄小色黑的，即使送钱给她也无法拥有和驾驭，最终呢还是贫人。耳朵厚大代表智慧高，耳朵贴头则代表能够守住事业，做事保守，野心较小，能够精密策划自己的人生。二、眼睛有神，眼睛代表了一生的财运状况。眼睛有神韵的女人属于先天肾气充足，并且干劲旺盛。肾气充足的女人不但生育能力强，而且属于智商高，善于打理事业。眼睛有神说明女性其人意志坚定，决定下来的事情肯定能够完成，执行能力较好，这有利于自己的事业发展。三、嘴大且嘴角上扬。中年发财面相在女性心里会把自身的外观美看得非常的重要，尤其是未婚的女性。女性爱美的同时呢，也是女性的天性。很多女性都希望自己有一个樱桃小嘴来衬托自己的外观美，有的甚至去做整容来提升自己的美观度。更有的女性会因为嘴大而不好看而给自己的内心带来一种自卑感。其实呢，完全没有必要，没有必要刻意去追求这方面。嘴大呢有嘴大的好处，正所谓呀，嘴大吃四方。嘴大的女性针对财运而言，是往往要比嘴小的人更有福气，尤其是嘴角上扬的女人，能够给自己带来很好的财富，是一张千金难得的一张嘴，祝财运旺。四、眉毛柔顺且长势好。中年发财面相的这种女性，从外表看起来就是属于比较有气质的女性，给人一种很舒服的感觉。这样的眉毛会给自身增添人气，具有性情温和，而且气宇轩昂，内心不急不躁，无论对人对事都有一颗平常心来待之。有此特征的女性往往具有很好的偏财运，适合经商。五、鼻梁有力，鼻梁平直，鼻头有肉，鼻翼微微外张，山根较高。这样的鼻子形状属于赚钱能力强，而且还会善于守财，并且发财的年龄段主要集中在中年。鼻梁代表了中年运势，鼻高的女人中年能力发挥良好，主控自己的事业，获得更多的财富。六、双下巴。中年发财面相双下巴的女性为富贵之命，很多人呢喜欢线条之美，觉得自己有一个双下巴，脸部缺乏线条之美而想去剪掉。虽然这样就美丽了，但殊不知这样一剪，把自身的财库给戳了一个洞，导致财运上的流失。而有双下巴的女性被称之为旺夫的面相，不仅仅自身的财运好，而且会给自己的爱人带来事业运上一个很大的提升。除此之外呢，双下巴的女性针对自己的爱情深厚，性情笃实，而且心胸宽广，无论是在交际还是为人方面呢，都会得到别人的认可和赞赏。七、四方脸。四方脸的特点是腮骨饱满，但是不外张，这样的脸型是属于最抗压的类型，能够吃苦不灰心，刻苦励志达到目的，尤其在中年运势最佳，能够发财发福。方形脸的人性格沉稳，一步一个脚印，绝对不会做出一些冒险的事情，这使得在经商上能够保证自己不会出现太大的损失。八、颧骨高耸但不尖锐，嘴角上翘但不露齿。中年发财面相高颧骨的面相，向来是被认为性格坚韧、权力欲望强烈的象征。虽然这种面相在中年发财的女人面相当中并不常见，毕竟高颧骨往往说明其人阳气过盛，但只要颧骨不尖锐的话，女性身上的严厉之气还是能够被逐步减弱的。中年发财面相，嘴部面相最好的就是嘴唇薄而润泽，时刻带有笑容，说明其人的性格相当的积极向上，是典型的乐天派。这样的人即便是在工作当中遭遇了某些困难，也能够很快的找到解决办法，而不是不断的抱怨，表现的如同100%的失败者。当然有微笑，最好还是不要露出牙齿，否则呢会给人一种傻里傻气的感觉，印象上就会不断的掉分。最好的笑容呢就是笑不露齿，自然不做作。9、额头较高。额头代表了女人的前程和丈夫的运势，额头低瘪的女人早年艰辛，而且中年多破财，而额头较高的女人早年与中年运势均较好，财运自然多多。
额头较高面相堪称是最常见的中年发财的女人面相，像是高额头代表着其人天庭饱满，这是头脑聪慧、善于谋划的象征，说明女性无论是在事业上还是步入仕途，都能够拥有非常不错的运势，能够不断的发展起来。老师上面总结的面相特征，你有这几个呢？小酱汁最后提醒大家，面相并非一成不变，早年多做积累，中年少做错误决策，同时呢放宽心，下巴养圆圆也不是不能改。我们学相学，除了便于观察他人，也就是为了自查优缺点，对于不利的面相特征打好预防针，有针对性的去修正。命里有时总须有，迟早都会来的。脸有三库必暴富，说得太准了。面相学中讲，鼻子属于财帛宫，一个人的财运好坏，看鼻子就能知道个大概。但其实在生活中，我们也会遇到一些人，鼻子长得其实并不算好，但却能家业兴隆，财运亨通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其实每个人脸上都是有3个财库的，根据其中任何一处的面相特征，都能判断吉凶祸福，但有时候也不绝对，因为这3个财库之间也会彼此影响，从而左右最终的判断结果。那么脸上这3个财库到底是如何分布的呢？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1. 天仓。天仓位于眉尾与发际线之间，大概在太阳穴所在之处。天仓饱满的人，一生衣食无忧，从一出生就拥有很多的富贵和机遇。这种人往往受祖辈庇荫，无论是财富地位还是权势，都能不费吹灰之力，唾手可得。但若是这个人天仓处受伤留疤，生有恶痣，或是该位置凹陷，都会导致此人无法顺利得到祖辈福荫，当然这种情况也就无法承袭祖辈的财富和功业，一切都需要自己白手起家，辛苦打拼，才有可能争得一席之地。另外，若是女人天仓开阔而饱满，则不仅能够受到祖辈福佑，还能嫁得如意郎君，家庭幸福，儿女孝顺。1. 额头上有什么纹路破财？1. 额头曲折纹。如果额头是这样形状的纹路的话，这样的人运势大凶，容易发生意外，可能会遭遇水患或者是交通道路之险。额头有着波浪纹的人，往往都是那种运气十分不佳的人，这样的人命运是十分曲折的，而且他们是特别的不容易成功，属于那种做很多事情，但是达到他们要求却非常的少。这样的人一直在社会的底层不断的挣扎，特别的辛苦，感觉命运对他们特别的不公平。2. 额头八字纹。额头有八字纹，财运比较薄，如果眼睛大而且明亮，可以抵消一些霉运，通过自身努力和贵人帮助，能够改变运势，晚年福气多。如果有八字纹，而且眼睛过小，财运很薄，多喜欢卷入是非口舌之中，人际关系差，不得人心，运气不好。3. 眉间有竖八字纹。这种纹比较特殊，天生劳碌命，不管是年轻还是老年，都比较操劳，身边小人众多，严重的有牢狱之灾，所以这个也会被称为刑狱纹。这种人总是一副心事重重，身体欠安，诸事不顺，性格孤僻，不懂如何与人相处，处事消极，多愁善感，做事不够细腻，大多数职业都是体力活。想要改变，最好是用桃运格双瑞吸财增强财气，改变运势，催旺财运。如果八字纹较长，斩断左边的眉毛，那么一定要注意与亲人和爱人的相处方式，不要因为一时疏忽让感情疏离。如果是斩断右边的眉毛，可能生活上事业上亦有不顺心的事情发生，经常动怒。4. 眉间有纯八字纹。眉间八字下部两边分开就是标准的八字纹，如果斜纹斩断左边眉头，那么就克父亲，女人间与丈夫感情不和；如果八字纹斩断右边眉头，那么就克母亲，女人间与丈夫生活不顺心；如果两边眉头同时斩断的话，则克双亲，女人间克丈夫。左边眉头被斜纹斩断，斜纹上部弯曲，
则预示此人有牢狱之灾，或者命犯孤煞；右边眉头被斜纹斩断，则代表家庭生活有波折，有可能出现破产或者破财的情况。5. 额头悬针纹，如果一个人经常愁眉苦脸，就会相由心生，长出烦恼线来，就是两眉中间靠两边的纹路，久而久之就长出悬针纹来了，就在两眉的正中间这个位置，它就像在眉间竖着的一根针一样，直直地冲破命关。印堂有这种纹路的人，性格大多会比较强势，属于不达目的不罢休的一类人，并且在生活中多会劳碌奔波，晚年亦有灾祸，一生操心事不少。在婚姻中，夫妻关系比较坎坷，因此人要多修身养性，学会控制住自己的脾气。6. 额头交叉纹，额头上长有交叉纹的人运气较差，这类人脾气暴躁，经常因为一些小事与他人发生口角而争执不休，所以很少人愿意与他们为友。人生过得比较失败，诸事不顺，晚年仍旧穷困潦倒。7. 额头王字纹，额纹成王字，多为贵相，如果搭配五官好者，定有领导风范，但如果还有其他杂纹在额头上乱纹交错，说明运势不佳。如果是女性有此纹路，喜欢出风头。8. 额头交叉纹，额头上长有交叉纹的人运气较差，这类人脾气暴躁，经常因为一些小事与他人发生口角而争执不休，所以很少人愿意与他们为友。人生过得比较失败，诸事不顺，晚年仍旧穷困潦倒。2. 鼻子，面相学中有富贵看鼻的说法，说明了鼻子长得好坏直接影响了个人后天的财富状况，看一个人财富运气的好坏，这包含了看鼻梁、鼻翼、准头、鼻孔等部位，其中鼻梁代表了一个人赚钱的能力，鼻翼代表了存放财富的情况，准头代表了一个人经济能力的强弱，鼻孔代表了一个人消费花钱的情况。如果一个人的鼻翼丰满厚实，鼻梁中正鼻挺，鼻孔不昂不露，准头饱满无伤疤或者恶痣，那么此人一定是富贵无极。而且从女性的鼻子也能判断出其夫家的经济情况，男性则更多的是可以判断财运和事业运。6种中年财运好的鼻子面相。1. 希腊鼻，希腊鼻是比较完美的鼻型，希腊鼻的特点是鼻梁比较高，鼻头微微上翘，这样鼻型的人做事认真，不畏困难，坚持到底的精神，并且性格开朗，能把心里的事情与朋友分享，没有私见，且能够忍辱负重，这样鼻型的人因为努力乐观而能够发财。2. 悬胆鼻，第2种鼻子叫悬胆鼻，这已是天生富贵之相，它的尤其之处在于鼻头生得很丰隆圆大，山根略窄，活像一个悬吊着的猪胆一样，因此也有人叫这种鼻子猪胆鼻。这类人多数先贫后富，先苦后甜的，幸而他的人际关系良好，故而踏入中年运便会发迹，开始积聚财富。讲到他的金钱运，绝非不劳而获，往往是要经过一番努力、艰辛开拓之后才得到收获，而他那老实正直的性格，恰是他财富的根源。成功的方程式。3. 牛鼻，第3种财运较好的鼻子叫牛鼻，鼻子声势很大的人通常自信心亦很大，而且够魄力，而牛鼻就是其中大鼻子的代表者了。而此鼻之特色在于鼻头和鼻子连在一起，生得大大的，鼻孔完全不外露，此人日后必定能够富甲一方，但这也绝非轻易得来的，同样是需要经过默默耕耘才能够获得成果。4. 犹太鼻，第4种财运较好的鼻子叫犹太鼻，这种鼻子的人是个做生意的天才，外形生得非常特殊，鼻梁高，鼻子又大又勾，恰似外国人的大鼻子。他们很懂得赚钱，而且手段高明，更有点侵略性，支配欲十分强烈，喜欢控制一切事物，因而他的行为也会倾向于自私自利的一面。5. 灌顶鼻，
第5种财运较好的鼻子叫冠顶鼻，又名伏羲鼻。这种鼻子除了外形特殊，鼻梁挺直和有肉外，最重要的是山根比一般人都高隆，威风凛凛，纵贯上额。有这种鼻子的人不但大富，还会大贵，身居高位而操大权，所做的都是大事情。6. 狮子鼻。狮子鼻的特点是鼻翼很有力，鼻翼比较大，鼻头偏硬，而鼻梁不一定高。这样鼻型的人做事能够独当一面，并且善于采纳他人的建议，积极维护市场与客户，注重人缘，心胸开阔，并且做事魄力足。这样鼻型的人因为人家关系好，有担当，所以导致发财。3. 地库。地库就在我们脸部下庭地位，位于脸颊的两仪的地方，其代表着不动产。如果这2个部位生得好，则此人必定财产稳固，财运亨通。若是这个位置凹陷或者留有伤疤，则他的财运就会受到克制，导致经常出现入不敷出的情况。更有甚者，会为了生计而到处奔波，终生忙忙碌碌，却也难以改变生活捉襟见肘的窘境。18种破财面相。生活中呀，各种各样的人都有，有的人早年发达，晚景凄凉；有些人早年奔波辛苦，总是破财，财来财往，就是存不住钱。都说万般皆是命，算来不由人。要是从相术角度来讲呢，总破财的人其实都有特定的破财面相。今天呀，小酱汁老师就给大家介绍18种破财相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下自己有没有中招。1. 牙齿稀疏发黄。牙齿是肾之苗，在面相中呢是财门，可以防止运势外散或是晦气进入。但若是一个牙长得稀疏发光，则这样的人财运会有非常大的损耗，常常存不住钱，有点钱呢也会外露，而且这样的人在身体健康方面也会受到比较大的损失，肾气不足，没有精气神儿，容易招惹疾病找上身。2. 双眼无神。在相学中，若是一个人双眼无神，看起来昏昏沉沉，没有精神，则这样的人个人的行动力较差，性格上也会非常的懦弱，没有本事，做什么事情都是无精打采，没有挣大钱的本事，一辈子都辛苦劳碌，日子过得非常艰辛，从而导致财气外露的比较明显，在事业上也是高不成低不就，成不了大气候。3. 面大鼻小。在相学中呢，若是一个人的脸大有横肉，而鼻子长得扁塌没有气势，则这样的人没有挣大钱的本事，财运不济，性格窝囊没本事，在职场上非常容易给别人欺负，完全没有一点气势，让人非常的瞧不起，只能是依靠苦力挣钱，贫贱一生，也没有大本事，别指望日后有挣大钱的本事。4. 泪堂深陷。在相学中呀，泪堂又被称之为子女宫，在面相学中代表的是一个人的子女运势和婚姻事业发展等等。若是泪堂深陷或者泪堂处有杂文恶痣等等，则这样的人天生就是劳碌命，日子过得比较艰辛，常常会把自己陷入到困境当中去，常常需要为子女的事情操心，一点儿也不省心，就没有清闲的时候。5. 额头尖尖。在相学中呢，若是一个人的额头长得尖尖，而且发际线看起来非常的低，则这样的人做事通常欠考虑，常常思考问题不周到，在钱财方面也没有调控能力，所以一般这样的人都比较容易破财，赚钱的能力比较差，财运不强，日子都会过得比较艰辛，生活的压力也会比较大，一旦急功近利，非常容易破财。6. 龅牙。所谓的龅牙，就是指嘴巴合不上，牙齿外露的非常明显，而门牙为财门。若是一个人的牙齿合不住，则这样的人个人的财运比较差，也没有赚钱的本事，常常容易错失赚大钱的机会。所以这样的人一旦财气外露，无论是自己赚钱多少都存不住，一辈子吃苦受累。7. 食指弯曲。一般长时间工作的人都会导致手指弯曲，多半干的都是苦力活，常常需要健手劳动。如果一个人的食指是贴着中指，则说明这个人的守财能力很好。相反呀，食指向外弯曲，则是破财的象征，说明这个人只能任劳任怨的工作，注定要过穷苦日子。8. 眼神外露。
在相学中，若是一个人的眼神外露非常的明显，而且总是咕噜乱转，则这样的人多半坏心思比较多，而且贪心重，总是想要不劳而获，一旦失败就会陷入到一贫如洗的境地。所谓贪心必贫，而且眼神外露的人总是喜欢算计自己身边的人，也没有啥大本事。9. 额头低窄。额头是祖业，在面相中代表一个人的早年运势与发展等等。若是额头长得低窄，或者发际线非常的重，则这样的人目光短浅，眼界比较窄，看待问题非常的不全面，而且在事业上也没有一点发展眼光，常常是别人做什么就是什么，没有自己的主见，从而导致浑浑噩噩的过一辈子。10. 嘴巴太小。嘴巴太小主贫寒，嘴巴又小，嘴唇又薄的人注定贫寒，而且这种面相常常留不住钱财，不懂得理财。嘴唇薄的人薄情，说话刻薄，但是是非常典型的刀子嘴豆腐心。心不坏，只是需要稍微克制一下自己的情绪，尤其是在婚后生活当中呢，否则克夫影响夫运。11. 耳朵太小。耳朵代表一个人的健康状况和寿命，耳朵生得好，小时候就很有福气。如果耳朵很小，而且没有耳垂，这样的人小时候经常生病，自身抵抗力低下，长大后呢也命苦。耳朵有耳垂，并且贴着脑袋不外露，这是比较好的。12. 山根低陷或者折断。有这种面相的人常常心事很重，优柔寡断，常常有很多的想法，却很少动手去做，所以看似很努力，却一辈子碌碌无为。这种人如果遇到一个贵人，也可以有所成就，但是自己很难发现，就是有机会也很难把握得住。如果山根折断或者有横纹，婚后生活不好，甚至离婚。13. 眉毛散乱。眉毛散乱的人在不聚财，在金钱方面是比较随意，不会理财，不会因为自己的勤恳和努力而得到金钱的收获，还常常失财、丢财、丢手机等一些贵重物品。14. 鼻翼外泄。鼻翼外泄乃金财外泄，这样的人花钱大手大脚，不会持家过日子做打算，疆场不理性的消费，有钱就花，没有隔夜之粮。事业方面不适合以后独自谈生意或者投资。15. 鼻枕头生得较大，而且呈红色。有这种面相的人比较能够赚钱，而且性格相当的急躁，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。在事业方面有一定的名声和地位，但也同样存不住钱，漏财相。可做一些投资，把钱存起来，以免为急用时没有钱而发愁。16. 牙齿有缝隙。门牙中间有较大的缝隙，俗称漏财牙。牙齿中间有缝的人对金钱的支出比较多，更多的是没有理由的莫名支出，不会把钱花到该花的地方，无端的浪费金钱，还代表此人爱嚼舌根，难以守住秘密，经常会胡乱的说话，在现实生活中呢是个不太受欢迎的人，因此对生活工作都产生了不好的影响。17. 大拇指生得很翘。大拇指天生就是很翘的人，头脑简单，性情爽朗，做事干脆利索，是个难得的大好人。做事情比较冲动，还会有时因为自己的冲动去购买一些价值不菲的东西，而导致钱财流失，人生欠缺财运，辛苦劳碌一辈子的命。18. 指缝过宽。在相学中，手是长财聚财的地方，若是一个人的手指缝比较宽，则这样的人多半花钱总是大手大脚，也聚不住财，从而导致自己的钱财流失。缝隙越大的人，则这样的人破财的现象也会越大，属于典型的破财相，赚不了大钱，日子也会过得非常的艰难，花钱大手大脚，把钱财都给败坏光了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生命局，如果你有以上这些破财面相，也不要怕，相由心生，保持好的心态，一切都能够迎刃而解。而且相不独论，凡事都要综合考虑，切不可只看一处就强行对号入座。好了，3分钟教会你面相识人术。面相是由耳、眉、眼、鼻、口组成的。我们通过观察一个人的面相，能够看出一个人的性格、各方面能力、处事的心态、感情世界等等。那怎样看才能从面相去了解一个人呢？有什么标准呢？今天小酱汁老师就来给大家分享一些面相识人秘诀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了解一下。1. 额头。额头方或圆，
广阔饱满的话，就表示头脑发达、智慧高，并且遗传良好，气度也好。额头过窄，性格爱钻牛角尖，与人交往多重礼仪与人情道理。额头的发际过低，性格偏于私见，大都难以融合到集体里去。额头窄小者做事比较小心翼翼，容易错失良机。额头低的人大多数早婚，而额宽的人大多数是晚婚。圆形额头性情敦厚、老实、和蔼、谦让，不会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人，不过往往会为情所动，无意陷入情网。此外呢，圆额的人较创造力不够，没有耐心，经常转换职业。M 字额头人脑筋转得很快，主观意识比较强烈，能够预见未来的事情，并且能出些新鲜的点子，喜欢做一些独创性的事儿，因此适合从事发挥自己特点的工作，如设计师、工程师。此外，在音乐、文学、美术方面也能够发挥应有的才能。在爱情方面非常浪漫，能够轻而易举地俘获对方的心，并且掌握主动权。额头秃是指年轻时有秃头的倾向，表示此人行动颇为积极，但凡事过于操心，不善于听从他人意见，所以容易遭遇失败的命运。这种人对于异性比较秉直，做事往往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，而不考虑对方的感受。在工作方面不善于应酬，所以不适合从事外务工作，如招待人的工作。如果是这种类型的人，要多听听长辈的意见，处事灵活。2. 眉毛。眉毛浓淡的人公民心强，注重品格，善于社交，而浓眉的人运道很好，不论他处于哪种阶层，他都能够一直十分活跃。但如果眉形过浓的话，这种人便有着高狡猾的趋向，往往是自我中心主义者。眉毛过淡的人性格偏于随意性，朋友来则来，走则走，不放在心上，对友情淡淡的，不会有很深的投入。眉毛稀薄的人不注重名声，其性格随和，受人欢迎。眉间宽的人豪放磊落，眉间狭窄的人属于闭锁性，经常以自我为中心。高低眉的人做事情很矛盾，拿不定主意，翻来覆去。如果眉毛浓黑加上竖立着，这样的人内心矛盾更厉害，自己做的事情反而自己不赞成，自相矛盾的厉害。眉梢比外眼较长的人会体谅别人，并具有雅量，经济上比较宽裕。眉毛短的人与双亲缘分较薄，夫妻之间的情分亦极浅。眉毛与眼睛相距较近的人做事沉不住气，同时大多数比较阴险，家中风波不断，而且往往只见到眼前利益，而不能考虑长远。眉毛距离眼睛较远的人性情比较温和，而且显得气宇轩昂，是长寿之相。3. 眼睛。眼睛小的人通常具有敏锐的观察力，心思缜密，行事小心，常带有自我保护之心态，交友专注，但往往朋友圈子较窄。若眼睛太过细小，则气度会稍微小些。眼睛大的人多性格爽朗，爱表现，爱出风头，但也带些迷茫的性格，感受力极强，喜欢华丽的事物，因此也有些虚荣心态。大眼睛的人视野广，有制服他的威力，心胸大，有占有欲。眼小的人温柔，小心谨慎，性格内向，非社交型，有攻击性等特征的人。眼尾上吊，自专心过强，城府也较为激烈。眼尾下垂的人易为人瞩目，特别受上年纪的女人喜爱，喜欢与异性交往。眼大而有神的人总是喜欢有情绪，而且做事不爱动脑筋，喜欢凭感觉。做一个决定之前，总喜欢请教别人的意见，但别人提的意见最后都不会接受，还会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。有时候情绪的好坏也会影响到他的成败。眼睛细而长的人较为傲气，凡事喜欢速战速决，富有决断力，处事稳定，也多能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再付诸行动。眼窝圆凸的人个性善变，而且喜怒哀乐不定，属于敢说敢做型，因此常让人感觉到有些自我膨胀，目中无人，行事易引争端。
眼窝凹陷的人个性敏感操劳，心境较不敞开，外形看起来忧伤，但善于察言观色，常感心生不宁，凡事逆来顺受。4. 鼻子，鼻正则心正，鼻歪则心歪。高鼻子的人自尊心很强，喜欢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，能力强，做任何事情都能够应付自如。人际关系虽然不错，但不会与自己讨厌的人相处。他们很注重外表的修饰，但鼻子过高的人爱慕虚荣，过分自信，有点孤芳自赏，一意孤行，得罪人也有所不知。低鼻子的人没有主见，做事也欠考虑，一般听从他人的意见行事，自己没有信念和方针，经常犹豫不决。长鼻子的人责任感强，做事认真，但过于注重体面，处事呢也过于谨慎顽固，缺乏柔软性和通融性，有自我束缚的倾向，给人一种骄傲自大的印象，并且不善于理财。短鼻子的人做事较为激进，容易虎头蛇尾，坚持力不足，交友的时候由着性子，不会委婉处事。鼻子短的人性格开朗，但是缺少自信，依赖性极强，轻率易怒。鼻子塌的人在外表气势和处理事情上，总是给人以果断刚毅的感觉，让人敬佩而惧怕。但接触时间长了，就会发现他做事情犹豫不决，而且做事情没耐心，做到一半就会放弃。5. 耳朵，耳朵主代表着智慧高低，耳朵大而上提，并且耳垂丰满的，这样的人幸福指数高，有大智慧。耳朵尖薄瘦小的人，一生做事没有定力，墙头草，随风倒。有耳垂的人就像弥勒佛一样，古人认为这是福气的象征。这类人个性温和，做事井然有序，人际关系也比较顺畅。无耳垂或者耳垂小的人，再加上内耳部分突出，古人称为轮飞扩反。这类人呢，叛逆心重，个性冲突，缺乏奉献精神，不肯吃亏，但是反应机敏。耳朵圆润丰满的人，人际关系相对好些。如果耳形不整齐，有锐角、呈三角形或者不规则的形状，这类人往往脾气过冲，人际关系较差。若是到了畸形不整的程度，这类人在行为上会有些不利于发展的缺陷性格。大耳之人有指导力，体力好，心智财运均富，稍显神经质，但慎重行事。小耳之人个性强，度量狭小，有攻击性，易怒，性格轻薄，见异思迁，意志力薄弱，不采纳他人之言。6. 嘴巴，在面相学分析中，口须要方大，唇红端厚，角弓开大合成，牙齿端正，必是健康兼务口德之人。口角紧密，定是谨慎及保守秘密之人，不自我夸大。口小的人性格内向、胆小，意志力较脆弱，但口虽小而能说话时却张得很大，则有主见，财运亦顺遂。两口角上仰，名仰月口，具有说服力，言谈轻松，洞察力强，事业、名望及财运都不错。若两口角向下垂，名覆舟口，遇事没管悲观，不得人缘，偶有小成，易破败。口型不正、歪斜者大多消化系统不良，容易有脾胃不适，左歪防父，并与父辈长辈关系不和谐，右歪防母，并与母系长辈不和。此外呢，常因言语不慎而招诽谤或者招嫌，惹来麻烦纠纷。小象真老师上面讲的这些你都学会了吗？看相识人只是帮助我们粗略地了解一个人，这个人是否值得深交，还需要结合一个人的日常行为、处事态度等多方面来看。额有此文，必是富人30起家，40发，一生富贵荣华。在面相中，额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位，掌管着一个人的事业和福寿。额头生的好坏，直接关系着人一生的运势吉凶，而通常情况下，额头上的纹路也是有一定预示的。从纹路的形态、位置、数量可以推断出人一生的福禄多少，事业成败。1. 川字纹，额上有川字纹主长寿，总能平安度过。但如果纹路过长，刑克家人。假如在印堂处有川字纹主吉，其人心地善良，懂得知恩图报，可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地位与声誉。2.
折曲纹又名蛇形纹，额头上生有这样的皱纹主凶，其人易发生意外。3. 偃月纹又叫伏羲纹，主贵，有此面相特征的人性情温顺，为人正直，极富忍耐力，做人一丝不苟，受人欢迎，会健康而且长寿，其人比较适合从政，可当大官或将军。4. 仰月纹，假如额头上长有这样的皱纹主大贵。5. 天柱纹，额头上长有这样的皱纹大贵，其人个性顽强，做事执着，不达目的绝不放弃，对己对人的要求都非常高，一般可成就一番事业。但女人有此纹路，一般会因为过于强势而影响婚姻感情。6. 交叉纹，额头上有此纹路主凶，其人有可能会升官非，甚至死于刑罚。7. 横三纹，有面相特征的人，男房妇、女房夫，少年时期运势较差，会经历不少挫折。8. 悬针纹，印堂处有此纹路者，六亲缘薄，不能依靠父辈，一生坎坷操劳，夫妻关系不佳，有可能会背井离乡。9. 八字纹，假如印堂或山根处有此纹路者，一生操劳，但长寿，男主刑期。10. 交叉纹，假如印堂处有此皱纹者，男克妻，女克夫，一生劳碌辛苦。11. 玉领横纹，在两眉和两眼之间的部位称为玉领，又叫玉堂，假如此处出现横纹，流年会犯官非，如涉诉讼亦会败诉，特别是离婚官司。12. 山根横纹，两眼之间鼻梁根位置称为山根，假如此处生有横纹，初年辛苦忙碌，36及41岁时易发生意外，一生会遭遇许多挫折，横纹数量越多，挫折也越多，其人难以继承祖业，适合离家在外发展，如有能力到国外发展，更可出人头地。13. 十字纹，事业纹，额头有十字纹，是指两纹交叉，犹如十字，有此纹路的人，事业顺利，日后必定能兴旺发达，就算是白手起家也能成功，生活多半都能富贵。长在额头上为最佳，但不可长在印堂上，代表事业多挫折、磨难，一路坎坷，事业难成。若是想成功，一定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。14. 山字纹，官禄纹，额头上有山字纹，是指纹路形成犹如山字一般，有此纹路的人，早年的运势佳，学习能力强，早早就能事业有成，少年得志，若是能入仕为官，有贵人提拔，仕途顺利，日后必定能得皇腾达，创造辉煌。此人思虑过多，劳心劳力，不得闲，晚年运势佳，有儿孙贤孝。他说，面相和体相其实是一个包含的关系，相术中的体相其实也包含了我们的面相。体相是所有相术测命的总说法，因为体相关系到我们的整个身体，比如手呀、脸呀、身子呀等等，这些都是体相的一些看法。所以男人富贵体相有哪些呢？下面就接着跟我一起来看看吧。1. 手指细长，手指细长的人一直都是富贵的一种命运发展，他们是脑力劳动者，动脑子的人永远是走在最前头的，他们赚的比较多，而且思维很活跃，想要成功绝对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，只要给他们一个机会，他们立马变得富贵。而且这类人最大的特征就是一开始就很富贵，他们的出身都很优越，所以他们会少走很多弯路，在早年间他们就可以崭露头角了，所以这是一般人比不了的，平常人只能看着而已，他们的成就是无限大的，怎么计划就取决于他们自己。2. 腰部宽圆有肉，男人是否拥有富贵命，可以从他们腰部进行判断，左右腰部稍微靠后的位置，如果宽圆有肉，就说明事业和财运都极为旺盛，这类男人天生就不是穷苦命，可以在职场中成为大领导，或者是拥有自己的公司，他们可以成为大老板，
这类男人对于自己的人生和未来有着明确的规划，思维活跃，精明敏锐，身边一旦出现商机，他们便能够第一时间将其牢牢攥在手心。这类男人虽然很有权有势，但性格宽厚仁慈，乐于助人，慷慨大方，因此可以不断积聚福德，还能够在冥冥之中得到上天的庇佑，所以综合运势肯定会变得极为旺盛。他们一生之中都不会缺钱花，手头宽裕，金钱多到花不完。到了年老的时候，会积极投身公益慈善事业，还能够获得很多优良的口碑。3. 掌心突出。掌心突出，这种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很有福气，不论遇到什么困难都可以轻松躲过，而且愿意承担风险高的事情，并且还不会让自己出事，往往就是这样促使他们赚钱的。只要有了第一桶金，他们想要起步太容易了。4. 后背挺拔。此类人能够洞悉一切，并且有着比较不俗的能力，在应对棘手的问题的时候，通常都会展现得非常优秀，所以这类人想要成功也很容易，只要找对了机会，差不多一次就可以成功，所以肯定能够拥有富贵的人生。5. 小腿肚纤长。腿相里掩藏着一个人的运气行情，一个人的贫困或荣华富贵的路全是依靠自己走出去的。而男生的小腿肚纤长，意味着他的行动工作能力很强，办事的高效率和语言表达能力都非常好，那样的男生会更有工作能力，造就一番工作，踏入荣华富贵之途。6. 后背丰富。从相学视角而言，一个人的后背能够看得出一个人的承载力和压力工作能力，后背的薄厚能够判断一个人的祸福，后背的丰腴能够看得出这个人的荣华富贵运程。因此，一个人后背的丰富是荣华富贵的代表，能够担负大量男生应当担负的重担。7. 肚脐眼深阔。肚脐眼与经络、六腑相关，中医学上称之为神阙穴，也是身体的管理中心位置，是人精气、气轮的归据、贮藏之处。由于下边牢牢地靠着的便是气海穴，肚脐眼往上，看起来深阔，此人则有聪慧和鸿福。假如可以容得下一颗李子果得化，此人则事业有成，名扬四海。因而肚脐眼深阔意味着一个人的福泽深厚，能够大富大贵。8. 肚腹丰平。肚腹能够包囊胃肠，而且消化吸收食材，很像人身体中的爪帮起，腹腔往下坠滑落的。肚腹丰平的人相对说来会出现较高的智力，填满造型艺术才气，也会出现非常好的财富运，艺术创意和念头会协助聚来巨额钱财。腹腔看起来圆滚往下的，主此人荣华富贵长命。因此肚腹丰平的人财运滚滚，好运多多。9. 颈厚肉多。颈与脖相接，在体相术中，颈一般代表着权力欲、支配欲、上进心。假如颈部看起来坚挺挺直，而且光泽度润滑，它是荣华富贵之象。人的颈部也意味着身体的致富之路，颈部看起来丰圆牢靠，这样的人击中必然大富大贵。10. 乳房阔长。都说男生的胸口宽敞，意味着胸有大志，能够宽容大量，有宏大的理想。一个男人的胸部阔厚广长，表明他们非常容易累积财富，且聪慧挑求，胸怀气宇不凡，个性化，敢做敢当，办事让人钦佩，项目投资能够产生丰富的盈利。11. 手肘有窝。人的手肘是用于操纵抓物品的，手肘意味着你的行动观念与行动工作能力。手肘有窝代表着一个人有藏财之处，意味着你是一个看到赚钱机遇便会立刻行动和争得的男生，取得成功和财富的概率十分大。12. 手小且厚。都说女人手小抓宝，实际上男生也是一样的，手小且厚的人财气都不容易很差。男人手型较小且比较丰富，它是一双男生抓财的手，
假如手臂皮肤颜色发红，也是大富贵的代表。下巴开花必发家，教你面相看下巴之财运。易经天下说，从面相学的角度来说，下巴主管人61岁至75岁的整体晚运，同时也代表人的房产、福禄、子孙及下属运。下巴长得好的人，晚年生活会比较幸福，老有所养，含饴弄孙。假如下巴长得不好，则可能晚年孤独，无人承欢膝下。下巴包括承浆、地库、皮池、额压、金缕、归来、宋唐、地阁、奴仆及腮骨等部分，其中承浆、宋唐及地阁最为重要，其上有无文侵破损，对人的运势有重要影响。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一、双下巴面相。有双下巴的人，财运非常的好，且为人善良，性情温顺，是个非常重感情之人。这面相的人在社会中绝对是德高望重型的一个人，他们对人都很热情，人际关系也很不错。双下巴的人地库饱满，能兜财。这面相的人到了晚年，不仅运势很好，更重要的是子孙满堂，儿女孝顺，能享个安详的晚年。二、方下巴面相。方下巴的人一般都很踏实，为人干脆果断，有责任心，但脾气有点倔，且缺乏一定的浪漫情趣。尤其是下巴四方的女生，会有些缺少温柔，所以恋爱时找对象稍有麻烦。不过若遇到合适的，婚恋一般都能长久。在人际上棱角过于分明之人，往往有些尖锐，会经常得罪人，所以虽然在事业上颇有冲劲，但因为同时又缺少恒心，遇错后自救能力不强，所以很难东山再起。三、翘下巴面相。翘下巴的人财运会很不错，有句老话就是下巴兜兜，晚景无忧，意思就是说翘下巴的人晚年必定是享清福的。翘下巴的男人有很强的自我性，他们不管做什么都会给自己设定一个目标，然后必定会达到自己所设定的目标，遇到什么都会坚持到底，且是个非常懂浪漫的一个人，总是会给另一半带来不一样的惊喜。此面相的人不仅财运好，感情也会很顺畅。四、下巴内凹面相。有些人的下巴是有点内凹型的，这样的人是个非常富有艺术气质的一个人，他们内心有着丰富的感情，生活也是如此多姿多彩。这面相的人性格虽温顺，但是很有韧劲，他们做事行动力非常的强，特别是很适合做幕后策划者。不过唯一不足的地方就是下巴内凹的人不够阳刚，如果男人下巴内凹，那么就会有一点懦弱的表现，不过这都是可以就这个改正克服的。五、圆下巴面相。圆下巴的人面相上看起来比较有福气，尤其是又圆又宽的那种，是我们常说的有福之相。这类人温柔乐观，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单纯的有点傻，但实际上感情却很细腻。此类型的人，男人对感情比较专一，事业也不错，是不错的婚姻对象。女性相信爱情，一般婚恋运也不错，但有时却容易因为天真而被骗，所以恋爱时还是要小心点的。六、尖下巴面相。这类型的下巴长得很秀气，命主一般都很机灵，有才华，有个性，但是为人多疑，虽事业不错，但感情却不利，既三心二意，容易变心，也容易受伤。婚姻上最好迟婚，以免早期不够成熟引起婚变。配偶亦选择阔下巴的人，性格互补，利于相处。同时，因为尖下巴的人缺少一定的福气，如果面相中其他五官长得不好的话，晚年运将运不好，所以要年轻时便提前预防。如果下巴不仅尖，而且还长，这类人会倾向于喜欢冒险，平时要注意适当节制。而下巴不仅尖锐，而且还歪斜的人，此类人一般心术不正，喜欢恩将仇报，与其交往就要特别小心了。七、宽下巴面相。宽下巴的人一般为人耿直，略微冲动，虽然执行力很强，但欠缺一定的心计，容易被人利用。若宽下巴又很有肉，此类人往往心地宽厚，为人良善，
他们的晚运会很好，属于有福的类型。8. 长下巴面相，一般下巴比较长的人都很顾家，尤其是在结婚之后，处处都会为家人着想，并且会为了家庭生活幸福而付出很多努力，从而更好地稳固家庭关系。而且这种面相的人健康运势也比较旺，很少会生病，甚至容易长寿。这也是因为他们的心地善良，在生活中乐于助人。虽然有时候会因为帮助别人而让自己吃亏，但善有善报，这种手相的人总是能够得到好运，能够收获更多福运，尤其是在自己遇到麻烦的时候，总是会有贵人相助，帮助自己化险为夷。9. 风形下巴面相，风形下巴容易和方形下巴搞混，其实很容易分辨。风形下巴由于腮骨过于突出，造成下面宽上面相对较窄，这和方形下巴形成的国字脸差别还是比较明显的。风形下巴其实就是腮骨过于突出，腮骨突出是好的，如果过于突出，对晚年也有帮助，但是对品行上却有一定的影响。腮骨过于突出的人，破坏性和秘密性都很强。10. 肉下巴面相，这种下巴跟上面所说的双下巴有点相似，但区别之处就是肉下巴肉很多很肥肉，但不一定会成双层。这类型的下巴很有福气，晚运很好。同时在相学中，不同部位的痣都有一定的寓意，有的吉祥，有的凶险。一般来说，痣生于人体的隐处，如身体上看不见的地方多吉，生于显处，关注一经天下，如脸部、手部等看得见的地方则多凶。而且痣也分为吉痣和恶痣两种，颜色黑亮或朱红，略微突出，其上生毫者为吉痣；颜色灰褐，暗淡无光，平而不凸，其上无毫则为恶痣。下面来看看下巴上长痣、开花痣有何寓意。通常来说，下巴有痣的人，如果这个痣属于恶痣，代表其人一生很不安定，若不是频频换工作，就是经常搬家，居无定所，过了中年以后会发生挫折。而孩子的问题也需令人担心，但如果痣型很好，则不动产多，适合做房地产投资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生活会过得极为安定，幸运也会降临。其中1. 左边下巴长痣，下巴左边有恶痣，代表家里兄弟身体稍差，挣钱方面不易，破偏财。有吉痣则不动产会较多，可继承祖上遗产，也适合投资房地产。2. 右边下巴长痣，下巴右边有恶痣，代表家里姐妹身体欠佳，存钱方面有问题，破正财。有吉痣则主权势，其人可掌实权，有领导才能。3. 下巴上不长痣，下巴偏上，靠近嘴巴处有吉痣，表示其人比较贪吃，但有福运。俗话说得好，能吃就是福嘛。4. 承浆处长痣，承浆是指下唇中间凹入的地方，处于下巴与唇之间的位置。古代人一直以为，人若行至承浆之运，已属晚年。若此处饱满有肉，红润或透白光泽，无文亲痣破，代表衣食丰足，可享晚福，忌黑青之色。如青年人在此部位呈现黑气，容易在水上活动时碰到意外，宜多加提防。此外，古人认为承浆未凹代表酒量好，平满代表多饮多醉。假如承浆被文亲痣破，代表其人饮食容易出问题，例如肠胃敏感、食物中毒。同时，假如此处长痣的话，代表人时常改变居处，也表示其人能喝酒。如是恶痣，小心醉酒与水恶。女人有恶痣，要提防夫妇感情不睦。5. 宋堂处长痣，处于承浆之下，地格之上的位置，舌尖是得之处，乃是宋堂。人生70古来稀，运至宋堂，气色一见白润或透红为吉兆。如出现带红丝的乱纹，则会孤独终老；有黑痣则会移居外地，离乡别井。宋唐既见消现枯黑，若须枯梅落，神志身轻，生杀破气，便难行晚运。
将近寿终。6. 地格处长至地格位处宋唐之下，亦即下巴的末端，为人生的最后一个大关。地格一定要饱满有肉，方能行晚年运，得儿孙绕膝承欢，福乐满堂，行以元后为家。主见父，如下巴呈方形，乃老来劳碌之象，未可安享清福。关注易经天下，地格即凹陷、歪斜或尖削，因下巴尖削，乃福薄、孤独终老之象。若地格处长至不利感情运，亦有外来诱惑，如是遏制，晚运不佳，生活运、家庭运、物质运、财运都不安定，也要注意防患水灾及酒毒之伤害。7. 腮骨处长至，腮骨是下巴的外沿，如果腮骨有痣，代表坚持力差，朋友有难就会溜之大吉。左腮骨有痣，对新朋友不忠；右边腮骨有痣，对老朋友不忠。8. 地库处长至，包括左右2个地库，如果这2个地方有痣，主富，代表一个人有钱、富有，且多实业、物业、产业，一生能有很多的财产。非常罕见的16种奇闻手相，10年难得一见，必是一飞冲天富豪命。手纹是一个人的特征，就像是外貌长相一样，每个人都是最独特的，即使是有血缘关系的人，手纹的生长也是完全不相同的。因此，从手相我们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命运发展和富贵与否。通常财富多的人，手纹会出现一些显著的特征。如果发现自己的手上具有这些特征，在求财中就会比较顺，只要肯努力，就有大富大贵的机会，或者能从家中继承一些财产。总之，这一生中注定是会发财的。那么接下来就跟我一起来了解一下富贵手相的16种奇闻分别是什么样的。1. 钱财纹多。钱财纹这个名称听起来就是比较祥瑞富裕的，这个纹路代表着财富的多少，长在小拇指和无名指的下面，一般看起来比较细小。钱财纹越多越深，就表示这一生能赚到的钱就越多，而且财富来的也比较轻松，很容易就能赚到丰厚的财产。很多富贵的人手上都有这种纹路。2. 偏财纹。偏财纹位于无名指的下面，是一条竖着的小直纹，这条纹路预示着人一生的偏财运好坏。偏财纹看起来清晰的人能大富大贵，并且这一生求财的机会非常之多，这一生都在和钱打交道。除了工作之外，这类人还擅长从事一些投资的项目来获得更多的财富。如果这条线延伸的比较长，甚至到了掌心的位置，就更吉利了，这一生几乎是不缺钱花的。3. 井字纹。手掌中有井字纹的人容易成就出辉煌的事业，这种人在工作上的表现很出色，总是能做出令人满意的成绩。有这种手纹的人同样也是很有财运的，容易得到贵人的帮助，他们的出身就比较好，从小的物质生活都是有所保障的。这一生的财运亨通，手中的资产相当丰厚，在事业中也可以名利双收。4. 川字纹。有川字纹的人在事业方面很有魄力，所以这类人在工作中会获得极高的成就。从性格来说，有这种手相特征的人都比较独立，具有很强的能力。从运势发展来说，有这种手相的人更容易成功，也能做出一鸣惊人的成绩来，所以这一生的财运发展是很旺盛的，会过得很富贵。5. 三约纹。三约纹是比较少见的，因为必要有3条才能形成三约纹。这个纹路生长在食指的上面，预示着今后的生活幸福，钱财丰厚。如果是女性有这个手纹特征的话，可以嫁一个贵夫，夫妻的感情稳定，生活条件也很不错。如果是男性有这个手纹特征的话，说明今后可以娶一个贤惠的妻子，在发展途中也多能够得到女性贵人的帮助。6. 祖臂纹。
有祖弼纹的人天生就很富贵，家里能给他提供充裕的生活条件和发展机会，这类人的家业是非常丰厚的，长辈们会给他留下很多的财产和固定资产，或者在事业的发展中能够得到家中身份显赫的长辈的帮衬。有这种手纹特征的人，以后可以继承丰厚的家业。7. 三才纹。玉管照神局，三才纹上得分明，一生时运可昌荣，主命与财主有气，一纹冲破便无情。天纹感情线，人纹智慧线，地纹生命线，是先天三大主纹，是掌中三才。这里说的三才纹是特指手指与掌一般长，3条纹身长清晰，没有其他杂纹。所谓三才纹身家业广，治家必有一招先。这3条纹彼此之间也没有交叉点，一眼看去掌中一个川字，因此三才纹俗称川字掌，并有男人穿掌事业顺，女人穿掌财帛多的说法。10. 三峰纹。玉管照神局，三峰堆起巽离坤，肉满高如枣样圆，光泽更加红润色，家中金玉有良田。三峰纹指的是巽宫、离宫、坤宫3个部位比较饱满，像山峰一样。巽宫在食指根部之下，离宫主要在中指根部之下，坤宫主要在无名指根部之下。财在巽宫，官在离宫，禄在坤宫，这3个部位有一处隆起就很好，更别说是3处了。11. 六宿纹。手相歌诀，六宿入掌中，处事好心胸，贫人成大富，谋职禄未丰。六宿纹在无名指根部下面，天纹上面，是两者之间的一条直纹，又被称为偏财纹、禄合纹、异禄纹。如果在六宿纹的一侧出现与它平行的短纹，相当于是一种辅佐，那更是锦上添花。这种掌纹在西方手相学里叫做财运线、创作线。如果六宿纹从无名指根部向下，一直延伸到掌心，甚至到手掌底部，这样的掌纹被称作禄马纹。有禄马纹的人大富大贵，如果再配上好的面相，有可能成为帝王身边的高人。12. 玉柱纹。玉管照神局，玉柱纹从掌直去，为人胆智必聪明，更得学唐文显现，中年必定拜公卿。女人有玉柱纹，富裕之外，只是要里外操心，有管夫治家的现象，所以民间又叫当家纹。有的玉柱纹不够长，没有穿过天纹，但是与天纹、人纹、地纹交叉，共同形成一个字母 M 形状，这叫做 M 字纹。有 M 字纹手相的人，通常学问高深，或者是创业富豪。13. 三奇纹。玉管照神局，三奇纹线无名指，一路分开3个纹，生在震宫并掌内，必作金门实禄人。这3条纹并驾齐驱，形成树的形状，所以又被称作摇钱树。掌中有摇钱树的人了不得，一生富贵，名利双收，能成大事。14. 千金纹。千金纹的特征是在手掌中有玉柱纹事业线，由手掌根部向上延伸，超过了智慧线，还没有感情线及中指，整体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千字。生有此掌纹的人家境富裕，同时还乐善好施，是一个十分富贵又难得的富人手相。要想知道人一生有多少荣华富贵可享，就要看此纹。掌中生有千金纹的人，衣食无忧，生活殷实，一生享尽富贵荣华。如果少年手上生有这种掌纹，必能早年就发达，前程似锦，家中财运滚滚，富甲一方。正所谓人生若欲问荣华，文欲千金直上加，设使少年人得此，前程富贵有人夸。需要注意的是，脾气切不可暴躁，否则必冲毁前程。掌中有千金纹的人，事业会起步的比较早，
在事业上会有很好的成绩，前途不可估量。一生衣食无忧，生活殷实，财运不断，甚至有可能会成为富可敌国的人。但其人有一个很大的缺点，就是脾气不好，常常会因为一点小事而焦虑。如果能够改了这一缺点，未来的财运会更旺盛。15. 祖弼文。祖弼文，顾名思义，说明有此文者根基不错，承蒙祖上庇佑，从出生就富贵，亦因得长辈之荫庇，继承祖业而发财，世世代代都是有权有势，一辈子不缺钱花。此手文起于坎宫，与手中的事业线相连，掌中有祖弼文的人，一生运势顺遂，属于富二代的手相。此类人的父辈财运非常不错，也容易受到长辈的青睐和庇佑，通常起点比别人要高，所以可以免去辛苦，就能有很好的条件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。这类人如果能够勤加学习，戒骄戒躁，时时回报帮助过自己的人，一定能有一番非常好的作为。16. 宝镜纹。所谓宝镜纹，就是手中有圆形的纹理，一圈一圈城墙层层围绕，如宝镜一样握在手掌里。这种特殊的纹理十分罕见，是官印、权威的象征。宝镜纹在相术中被视为财权的象征，掌中生有宝镜纹的人，大多胆识非凡，心思缜密，心胸宽广，处事手法非常有魄力，有大将风范，能够担任指挥官、武官、军事顾问等职位，命运不凡。这种纹理如果位于乾宫、坤宫以及对宫3个手掌区域内，则正财相当稳定，步步高升，命中还会有不少的偏财出现在其他掌宫上，则意味着会从事律师、咨询培训等行业，并因此而获利丰厚。不少人都希望自己能够一夜暴富，但是大部分都只是白日做梦、想象而已。毕竟成功还得靠自己，想要变有钱亦是通过努力工作才能实现的。但是有那么一种人，他们却是可以一夜暴富的，这从他们的手相就能看出来。那么一夜暴富的手纹路怎么看？什么掌纹预示命中暴富？小酱汁今天给酱友们介绍一下。1. 手掌中有直觉线。如果手掌中出现了直觉线，说明此人通常非常灵活，反应也很快，能够抓住很多机会，尤其在财富方面，得到意外之财的概率是非常高的。这种手相的人一生好运不断，赚钱对他们来说从来不是困难的事情，并且善于精打细算，能够利用手中的财富获得更多的收益。手掌中有直觉线的人对于金钱的把控能力非常强，生活安逸富贵，不用为物质所困。不过这种手相的人有时候做事比较盲目冲动，容易受到他人的影响，在这方面要注意。2. 财帛宫肉厚实。一个人命中有没有偏财，通过财帛宫也可以看出来。如果财帛宫的肉比较厚实，说明必有横财入命。财帛宫厚实的人正财不是特别稳定，如果想要通过努力工作来实现人生价值的话，往往是比较困难的。但是在偏财方面，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，比如买彩票中奖，无意中继承到一笔远方的财富等等。这些好运会让他们的生活发生巨大的变化，一辈子无忧无虑，不用再被钱财的事情烦心。3. 不动产线。很多人不太了解不动产线，其实不动产线就是横跨于太阳线和事业线的横线。拥有这条线的人在财富方面的收获是非常充足的，尤其在不动产方面会有很多房产和商铺，不用努力就能过上富贵的生活。这种类型的人财运特别好，只要愿意付出努力就能够收获回报，一生当中财运不断，赚钱对他们来说从来都是轻松简单的事情。拥有不动产线的人自身魅力也很强大，有着很好的异性缘，在感情的道路上非常顺利，大多数人都会拥有一段幸福稳定的婚姻。4. 太阳丘出现星纹。如果在太阳丘部位出现星纹的话，说明机遇特别好，能够轻而易举地赚到丰厚的财富。这种类型的人通常具有艺术才华，创作能力也很强，并且善于掌握机会，能够抓住好的赚钱项目，生活状态是非常轻松的。
另外，太阳丘有星纹的人自身命格很不错，健康情况也很理想，大多数人都能够健康长寿，是非常好的手相。5. 财库纹，手上有财库纹也是非常好的手相。拥有财库纹的人通常财富掌控能力特别强，善于积累财富，赚钱之路非常轻松。这种类型的人人际关系也很不错，在生活当中有着很好的人脉，许多人都喜欢与他们结交，尤其在得到赚钱机会的时候，首先就会想到他们。正因为朋友会为自己提供很多帮助，所以在金钱方面的收获是非常轻松的。另外，拥有财库纹的人偏财运势特别好，大多数人都能够得到一些意外的财富，甚至还会因为这笔财富而过上富贵无忧的生活。如果你手上有这5种偏财旺的纹路，一般情况下都比较容易过上富足的生活。但现实生活中并不是只有偏财旺的人能大富大贵，一般情况下手上有这12种手相特征的人，也能够靠自身的努力过上富足的生活。1. 中指长，如果一个人的手指中指比较长，说明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一帆风顺，将来会走上大富大贵的道路。这种手相的人通常自身能力很出众，做事有耐心，在许多方面都能够取得理想的发展。2. 手指没有缝隙，如果一个人手指并拢没有缝隙的话，说明可以留住财富。这种类型的人金钱收入是非常多的，并且有着很强的聚财能力，不会出现破财或者财富流失的情况。另外，手指没有缝隙的人在金钱方面很善于投资，获得的收益非常理想，能够给家人提供一个稳定的生活。3. 断掌，在很多人看来，断掌是不好的手相。其实从财运角度来看，断掌的人通常财运是非常好的，赚钱能力强，命中有福禄，不仅事业有成，在金钱方面也有非常好的收获。断掌之人大多做事有耐心，对于自己选择的事情能够坚持到最后，所以积累财富的能力也很强。4. 手掌红润有肉，如果一个人的手掌红润有肉，说明健康情况比较稳定。通过这种手相可以判断出此人的财运也非常好，将会过上大富大贵的生活。手掌厚实有肉的人善于精打细算，在消费方面很节制，懂得开源节流的道理，所以大部分人在金钱方面收获都是非常好的。5. 财富线很长，如果一个人的财富线很长，代表着命中有很多的财富，财运会随着年纪的增长而越来越好，尤其在晚年时期，财运亨通，生活富贵吉祥。6. 事业线很长，在相学当中，如果一个人的事业很长的话，说明在事业上取得的发展是非常不错的，而通过事业的发展也能够收获不菲的财富，生活顺风顺水，充满幸福。7. 财库，如果手中的掌纹相互交错，形成一个大大的正方形，这个正方形就是财库。财库象征着此人的财富聚集能力，一生当中财运不断走高，无论从事哪个行业都会得到巨大的财富，并且这样手相的人守财能力很强，能够很好的守护住手中的财富。8. 太阳丘丰满，太阳丘位于无名指的根部，如果太阳丘的部位丰满的话，说明此人的赚钱能力很强，有着很好的投资眼光，基本上做出的选择都能够得到收益，不会存在散财的风险。这样手相的人一般是很聪明的，善于把握机遇，并且很懂得理财，具有很高的风险意识，在年轻时期就能够获得比较高的财富。9. 火星丘红润，火星丘位于食指下边，接近大拇指的位置，这个地方是火星丘。如果火星丘比较红的话，说明此人的财富运势是非常好的，很适合做生意，能够将生意做得风风火火，赚取很高的利润。这样手相的人对于很有眼光和格局，富有创新精神。10. 有3约纹，如果食指上有3约纹的话，说明财富状态是非常可观的。这样手相的人一般根基丰厚，能够从家里得到很多的产业与金钱，自己不用怎么努力就能够得到理想的生活。不过他们本身也很善于理财，能够将手中的财富变得更加丰厚，一生不缺金钱。11. 凤眼清晰，大拇指第2处的纹路被称为凤眼，凤眼明显的人有着很好的财运，擅长理财和投资，有着很好的眼光，无论做出什么选择，基本上都能得到很好的收益。凤眼明显的人偏财运势也是很不错的，经常会得到意外的财富，比如家里拆迁获得巨额赔款等。
12. 手指有弹性。手指有弹性的人很善于持家理财，在所有开销方面都会精打细算，依靠这样的好品质实现发财致富。这样手相的人绝对有眼光和格局。虽然精打细算，但绝对不抠搜，在该花费的地方毫不犹豫。手相只是相学的一部分，相学只是算命的一部分，算命只是人生学问的一部分。所以即使是遇到了什么不如意，也不要随随便便气馁，不能因为一粒芝麻掉落而忘记了手中紧握的西瓜。很多时候我们总是因为小小的不如意，忽视了大大的幸福。男人4种不同的胡须类型看命运，你是哪一种就是什么命。人身上的毛发代表着一个人的血气和性情，而对男人来讲，胡须对于一个人的第一印象而言就非常的重要。根据胡须的多寡和硬软，大致可以分为过旺、旺、淡、过淡4种状况。根据这4种不同的状况，今天我们就来分析一下各自代表的性情和命运如何。1. 男人胡须过旺，又黑又硬，凡事都是过犹不及。如果男人的胡须长得过旺且过黑过硬的话，这种男人虽然看上去比较的有男子气概，但是也会给人一种凶悍之感。这种男人大多身体素质比较好，但是性情较为急躁，遇事比较的固执，缺乏定力和思考，容易冲动，属于那种一点就着的类型，经常因为自己的冲动而做出一些让自己的后悔不已的错事和傻事，还特别的容易得罪人，容易被人利用，适合做一些冲锋陷阵，但不适合做领导。2. 胡须旺但比较细软。如果一个人的胡须长得较旺且比较细软的话，这种人虽然看上去也比较的强悍，不过思维方面比较细腻，做事很有胆量，属于那种既有脾气又有性格的类型，做起事来也是张弛有度，游刃有余，定力较好。不过一旦遇到大事和急事，也会急躁和冲动，一般不轻易动气，一旦发起火来，做事比较的极端，很有才能和胆识，年轻时可为将才，中年以后随着思想上的成熟，经过磨练后可为帅才。3. 胡须稀疏适宜且柔软清秀。如果男人的胡须长得稀疏度适宜并且比较柔软清秀的话，这种人一般头脑比较的聪明，很有智慧，而且心态平和，内心善良，思维非常的缜密，定力很强，遇事宠辱不惊，很有胆识和魄力，而且心胸开阔，包容心强，不喜欢斤斤计较，很有格局和眼光，善于处理人际关系，天生属于那种做大事的人，而且越是遇到大事，越是淡定，也越能激发出他们的斗志，容易成就大事。4. 胡须很淡，几乎没有胡须。胡须是展现一个人气质和能力的重要部位。古语有云：嘴上没毛，办事不牢。如果男人的胡须长得很淡，甚至几乎没有胡须的话，这种男人一般看上去比较的阴柔，性情方面不够阳刚和霸气，内心非常的敏感和细腻，虽然比较聪明，想法也很多，但是缺乏胆识和魄力，属于比较胆小怕事的类型，而且城府很深，喜欢耍一些心计和手段，遇事缺乏决断力，比较的犹豫，容易错失很多的机会，适合做一些谋事和策划类的工作，领导力不足。除了胡子之外，面相绝对是衡量一个男人前途的重要标准。有些男性面相好，少年时期条件堪忧，可到了中年就开始财源广进。从面相角度来看，男性的哪些特征寓意着此生大富大贵呢？1. 额头饱满。很多人在观感上觉得脑门太大并不好看，有一些显脸大的感觉，但是发际线较高，脑门过大，被人称之为王相，在古代是有着王侯将相之福的。额头饱满意味着权势高，经济条件充裕，同时也会招揽一些烂桃花。如果男性朋友拥有一个宽大的额头，意味着事业发展很好。2. 眉骨突出。眉骨位于眼睛上方，一般来说眉骨和眼眶是平齐的，但是有些人的眉骨稍稍突出，非常立体。
如果有一双大眼睛的话，更能衬托出这个人的气质如何。眉骨形状意味着眉毛的形状是否浓密稀疏，同时也提高了眼睛的深邃程度。眉骨较高的人群，眼睛非常深邃，看上去炯炯有神，很有安全感。3. 鼻梁挺阔，鼻头大。如果有一个挺阔的鼻梁，加上一个宽大的鼻头，说明财库充盈，财运很好。鼻子主宰了面部五官，同时意味着一个人的经济条件如何。如果你的鼻头大，但是鼻梁塌，说明少年时期努力上进，有一定的收入和积蓄，但是人到中年或许会有破财的情况。如果鼻梁大鼻头小，说明年轻时期需要努力上进，到老了才有机会获得高收入，无论哪个年龄阶段都要努力。4. 面颊红润，如果脸颊红润，面色很好，说明这位男生的生活习惯不错，在生活中懂得分配自己的时间，同时知道保证正常的作息习惯，身体素质突出，健康方面是不用担心的，因为非常自律，所以可以推动事业发展。他们很努力上进，懂得抓住机遇，而且会提供一些有用但是令人意外的想法。这一生都很顺利，对待家人和睦，亲朋好友友善。5. 头圆颈短，头圆颈短指的是头型偏圆，脸型方正，脖子不过长，而且脸上没有棱角。有这种面相的男人，财运都会很旺盛。他们很善于投资理财，而且眼光很独到，总会找到一些别人看不见的赚钱门路。不管是正财运还是偏财运都很旺盛，而且他们还有很好的人缘。一旦遇到了不能解决的问题，就会有贵人出来相助。他们还很注重自己的家庭，对自己的亲人照顾有加，真的是家庭事业双丰收，这一生都会幸福美满啊。6. 两耳扩大，大家都知道，从一个人的耳朵上就可以看出很多东西，比如财运、健康、福气等。有着两耳扩大面相的男人聪明伶俐，做什么事情都会比别人快一步，不管是生活还是工作都会顺风顺水。他们的运势极强，再加上人际关系很好，成功对他们来说就像是家常便饭一样。而且他们还有一副健康的身体，能够让他们安享晚年。这样的男人不抓住都可惜了。他们不仅财运好，而且对待另一半很体贴。找老公的要看准了。7. 眼睛有神，眉眼弯弯。都说眼睛是会说话的，看一个人是否有精神正直，就可以看他的眼睛。而眼睛有神，眉眼弯弯的男人天生乐观，处事能力极强，而且他们很有责任感，不管是对家人还是对朋友都很真诚。他们的心机城府都用在敌人身上了，从来不会用在自己人身上。他们做事情很有主见，不会偏听偏信。在运势和努力的结合下，他们的事业会蒸蒸日上，经济条件会越来越好。8. 颧骨丰厚，颧骨在相学中代表的是权力与财势的象征，而一个男人的颧骨长得非常的丰厚，看起来肉多饱满，则一般这样的男人都会非常的有魄力，有明显的责任心，在事业上早早的就能够创造出更多的成就，事业发展也会非常的不错。而且无论是他们从事哪种行业，都会成为管理层，位于人上人，名利双收，属于真正的钻石王老五。9. 下巴微微前倾，在相学中，若是女人的下巴微微的前倾，下巴尖也能够明显的翘起来，则这样的男人处事积极乐观，懂得人际交往之道，明白自己的定位，知道如何去创造更多的价值，日后的发展才能也会非常的不错。而且通常他们手里的财富积累都不会少，干什么样的事情都会拥有一个好的收入，积蓄也不少，自然晚年生活也能够过得富足充实。通过脸型看一个人的富贵与否，是古人留下来的社会经验，虽然有一定参考，但是在当下，如果要想获得好的事业发展以及强大的资金条件，还是要多多努力，好好学习工作，懂得抓住机会，把握好自己的人生。
我们或许可以在生活中利用面相去辨别一个人性格怎么样，但是要想真正了解他，还是从生活各个方面的细节入手。预知能力极强，能够听见财富跑来的声音的手相。当我们羡慕别人的财富时，多数人没有意识到，财富也是可以预知的。世人一生财事，多为命中注定，可以相学观测一二，早做准备。一起来看相学研究预知能力极强，能听见并掌握财富的人，最重万年富贵的手相。一、领袖纹，大拇指第一指节上端出现2条平行的斜纹，被称为领导纹。具有这种纹路的人，通常被认为具有雄心壮志和抱负，同时具备耐心、智慧和权谋。他们懂得进退之道，因此他们的前途一般都是光明的。这些人的领导能力往往从小时候就能够展现出来，在学生时代就能够发挥影响力，能够带领同学，并受到同学和老师的认可和尊重。2、龙眼纹，拇指的第一节和第二节之间出现一个椭圆形的纹路，被称为龙眼纹。据信，拥有这种纹路的人往往具有天生的智慧和聪慧，他们通常在年轻时就能够展现出非凡的才华，很容易在社会上获得认可和成就。这类人在事业上常常能够取得突出的成就，有可能年少成名或事业有所成功。除了在事业上取得成功外，拥有龙眼纹的人在投资理财方面也有着独特的优势。他们具有长远的眼光和敏锐的洞察力，能够看到事物的本质和潜在的发展趋势。因此，他们在投资理财时往往能够做出明智而有效的决策，为自己创造出光明的未来。3、凤眼纹，大拇指的第一节可能会出现凤眼纹或夫子眼。凤眼纹指的是拇指第一节上出现3条线，形状类似于眼睛。夫子眼则是指拇指第一节上出现2条线，看起来像一张嘴。这2种纹路在哲学上被统称为夫子眼。拥有凤眼纹或夫子眼的人通常都具有聪明敏捷的天性，他们年轻时就展现出了非凡的才华，有着敏锐的思维和灵活的应变能力。然而，由于他们的才华和能力常常引人注目，因此在工作中容易引起他人的嫉妒和挑衅，从而招惹坏人。4、偏财纹，如果大拇指的第一节与第二节之间出现网状纹或错综复杂的纹路，这被称为偏财纹。拥有这种纹路的人通常偏财运较佳，具有一定的财富积累能力。这类人通常聪明灵敏，反应迅速，对数字敏感。他们能够抓住机会，通过投资和经商等方式来获取不错的财务收益。然而，需要注意的是，偏财纹靠近第一指节的人可能会较早地发展出这种纹路，而靠近第二指节的人可能会稍晚一些。尽管偏财纹可能会为个人财务带来一定的积累，但人们也应该注意理性投资和财务规划，以确保财富的稳健增长，并避免冒险或过度依赖偏财运。5、三财纹，玉管照神局中说，三财纹上的分明，一生时运可昌荣，主命与财主有气，一纹冲破便无情。天纹感情线，人纹智慧线，地纹生命线，被认为是先天3大主纹，被称为掌中的三财。当这3条主要纹路在手掌中清晰、伸长而没有其他杂纹时，被称为三财纹身家业广，治家必有一招先。当这3条纹路清晰、伸长且没有交叉点时，整体形状会像一个川字，因此人们称之为川字掌。在俗语中，有男人川掌事业顺，
女人穿长财帛多的说法，暗示着与此种纹路相关的男性可能在事业上顺利，而女性可能在财富积累方面较为成功。6. 三峰纹，三峰堆起巽离坤，肉满高如枣样圆，光泽更加红润色。家中金玉有良田。三峰纹指的是手掌上的3个部位，巽宫、离宫和坤宫，这些部位通常会比较饱满，形成像山峰一样的隆起。巽宫位于食指根部以下，主要代表财富和财运；离宫位于中指根部以下，主要代表权力和地位；坤宫位于无名指根部以下，主要代表福禄和家庭。有人将这3个部位的隆起比喻为3座山峰，这在手相学中被认为是吉利的征兆。一般来说，如果这3个部位中有任何一个位置隆起，就被认为是好的，更何况是3个位置都隆起了呢？因此，有人认为财在巽宫，官在离宫，禄在坤宫，这3个部位中只要有一个隆起，就意味着对应的财富、权力和福禄方面会有所提升，是一种吉祥的手相特征。7. 玉柱纹，玉柱纹从长直去，为人胆智必聪明，更得学堂文显现，中年必定拜公卿。女人有玉柱纹，富裕之外，只是要里外操心，有管夫、治家的现象，所以民间又叫当家纹。有的玉柱纹不够长，没有穿过天纹，但是与天纹、人纹、地纹交叉，共同形成一个字母 M 的形状，这叫做 M 字纹。有 M 字纹手相的人，通常学问高深，或者是创业富豪。8. 千金直上纹，人生若欲问荣华，千金直上一纹家，设使少年人得此，前程富贵几人夸。千金直上纹从手掌底部的前宫开始，呈一个大的弧形，朝离宫上行，穿过天纹感情线，进入离宫，甚至到达中指根部。千金直上纹通常又称之为冲天纹。通天纹，有冲天纹的人不富则贵，生活无忧。有的相书说手有通天纹，大成大败论，可能正是因为心狠手辣，不择手段，才导致结果不是大成就是大败。通过一个人的手相可以看出很多东西，不仅可以看出一个好命的人运势，也能看出不好命的人。以下是3种命不好的手纹。1. 生命线断开的人。对于生命线断开的人来说，不用多说，自然是健康运势特别糟糕。这类人小的时候体质就很弱，父母为了给他们看病，会耗费很多金钱和心血。与同龄的孩子相比，他们看起来有些面黄肌瘦，甚至像是营养不良的模样。这类人长大之后体质极为虚弱，抵抗力和免疫力也很差，稍微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，身体上便会出现一系列连锁的变化。这类人总是会遭受各类疾病的打击，比如说呼吸道系统、肠胃疾病等等。他们在肉体上和精神上都会遭受很多摧残。此外，这类人到了40多岁的时候，身体上就有可能出现重大的疾病，比如说癌症，还有可能遇到意外流血事故等等。总而言之，这类人没有办法长命百岁。2. 有断掌纹的人，无论是男是女，只要有断掌纹，那么他们的命就不好。这类人会克夫克妻，还会克子，没有办法拥有幸福美满的婚姻生活。到了年老阶段，会非常孤独和寂寞，身边没有家人，也没有朋友，可能会在绝望之中死去。拥有断掌纹的人，性格脾气特别差，强势霸道，喜欢将个人的观点和意志力强加在别人身上。他们总是会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情与家人或是朋友吵架，根本就没有知心之交。此外，在职场中，
他们也总是会与同事或者领导闹矛盾，没有办法在一个公司长久待下去，总是会被辞退。这类人做事特别冲动，没有办法经过审慎的思考，经常会给自己惹来麻烦和祸患。他们还特别倒霉，总是会遇到意料之外的钱财破损事件，生活会极为清苦。他们的精神状况也不太稳定，可能会出现很多精神或是心理方面的疾病。3. 神门穴缺少的人。神门穴缺少的人，他们子息运势特别惨淡，结婚之后很难拥有属于自己的孩子，哪怕经过了精心医学治疗，也没有办法改变这种状况。这类人最后可能会通过领养的方式拥有孩子，但是在抚养孩子的过程中，总是会遇到麻烦，孩子可能会早早死亡，或者孩子长大之后极为不孝顺，还总是会给父母惹来麻烦。此外，神门穴缺少的人，家庭生活不够幸福，夫妻之间总是会产生争吵，家庭生活中还会有第三者介入。如果是女性缺少神门穴的话，说明她们妇科疾病会特别严重，还会给身体和健康方面都造成极大的损害，她们甚至有可能产生精神方面的疾病。这类人到了年老阶段，生活会非常孤独寂寞，再加上手里缺钱，可能会在悲惨之中去世。人生在世，诸多人皆为求财而生，祝大家能够财运多在身边，踏实努力，稳定向前，脚下路越长，手中财越多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，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，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。我们下期再见。